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和顾晨结婚了，他一直梦寐以求的事就是娶我。结婚7年，我们一直恩爱如初，直到我亲耳听到他的吐槽。我觉得林星现在好像变了，有时候甚至觉得他有点恶心。听到这话，我以为是7年之痒，直到发现他陪一个女人去产检，我忍无可忍，对他提出了离婚。他却说孩子已经没了，哀求我回到从前。我笑了，我和他之间从来都不是因为孩子的事情。我带着保温盒进了公司，熟悉的小何对我打了声招呼：“嫂子，又来给顾哥送饭了。”他在会议室。我笑了笑，点头，朝会议室走去。门半开着，我正准备踏入，听到顾晨慵懒的声音：“年轻好啊，很有活力。”是顾晨和他的好兄弟江野。哎呦，你是不知道，他每天那个粘人的劲，真是吃不消。我还是喜欢你和嫂子的相处模式，多好啊，恩爱携手，旁人都羡慕不来的。江野朝顾晨抱怨他的新女友多么烦人。顾晨似乎笑了一声，沉默了半晌，开口：“我觉得林星现在好像也变了，我对他没了以前热情澎湃的感觉，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恶心。”我握着保温盒的手紧了紧，没有进去。江野哥，你可别开玩笑，嫂子那么好，会体谅人。你们走在现在可不容易了，可别伤了嫂子的心。良久，办公室传来顾晨的一声呢喃：“是啊，我们走到现在不容易。”我看着里面吞云吐雾的他，一丝愁容在他眉间，垂眸看了看自己一身素衣，选择转身离开，提着已经冷掉的饭菜，有些失神回了家。其实，顾晨说出口的时候，我面色平静，内心还是受到了一丝伤害，有些委屈。我和顾晨就是普普通通的家庭，当年为了闯一番事业，我毅然决然跟着他来到了这里，蜗居在小小30平米的闹市区。为了他，我放弃了自己家乡的事业，陪着他吃糠咽菜，拿出所有积蓄支持他，才走到如今。当年他成为商业新贵的同时，高调地宣布了我和他的婚礼。多年前的承诺他做到了，可是现在好像完全变了样。我在卧室翻出了所有的衣物，全是素淡的衣服。顾晨事业起来的同时，经常早出晚归，忙的饭都很少吃，因此得了胃病。我辞掉了工作，在家照顾他的衣食起居，却忘了收拾打扮自己。男人都喜欢新鲜感，也许顾晨也不例外。今天他的话就像往热情的我身上泼了一盆冷水。房门口响起顾晨开门的声音，我看了下，比平常下班的早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顾晨走进来，看见一床凌乱的衣物，黑眸闪了闪，温热的身体从后面环住我。怎么，谁惹你生气了？没有生气，只是觉得太乱了，重新收拾下。我第一次对他撒谎。顾晨眼眸带笑，朝我脸颊亲了一口。好吧，那我陪老婆一起。我看着旁边耐心陪我一起收拾衣物的他，怎么也不像白天说出那句话的人。对了，我听小宋说你今天来公司送饭了，怎么突然又回去了？顾晨似乎是不经意提起，眼神却带着一丝不明意味。我不慌不忙地应答：“不是给你打过电话了吗？今天炒菜盐放多了。”想了想，还是倒掉了，真是个拙劣的借口。可是他相信了。顾晨放下心蹭过来抱住我，似乎一秒都不想分开。真是个笨蛋老婆，都说了请个保姆就是了。我不想你这么辛苦。好，我一口答应。以往提起这件事，我总是拒绝，声称看他吃自己做的菜很有幸福感。今天我改变主意了。
顾晨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我会突然答应，几秒后反应过来，那我让秘书去安排。我点了点头，还是解释了下，这段时间感觉太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顾晨闻言面容柔和不少，嘟囔着：“老婆辛苦了。”我沉默着，没有让他发现我的异样。和顾晨在一起7年，以为自己很了解他，却发现这都是他想要我看到的。我实际并没有了解真正的他。到了晚上，顾晨早早的就睡下了，我盯着他的睡颜良久，才恍然惊觉，在我眼里，顾晨只是顾晨，可是在其他人眼里，顾晨就是一个年轻有为、颜值能力并存的人。为什么我会觉得他会为我一个人倾倒呢？外界的诱惑太多，我也开始不自信起来。随后，我晃去了脑子里面的幻想。结婚7年，他一直对我很好，好到外界对他起了一个称呼——宠妻狂魔。我该相信他的，我这样安慰自己。顾晨答应我的事，很快就会做到。第2天，家里就来了一个保姆。他离开前，必不可少的早安文稳定了我的心。老婆，等我回来给你带好吃的。看着顾晨离去的背影，我回到了卧室，望着镜子里我憔悴但是依旧姣好的容颜，却没了自信。拿出许久没用的化妆品往脸上捯饬。顾晨回来前，我换了一身红裙，看着热情似火。我清楚地看到顾晨眼中一闪而过的惊艳，还没进门就被他摁在墙角吻了一通。他的喘气声在我耳边异常明显，滚动了下喉结，问我：“老婆，今天怎么打扮得这么好看？”我媚眼如丝看着他，语气却很冷淡：“你忘了，今天是我们7周年结婚纪念日。”他愣了一下，我以为他忘了。下一秒，他从怀里掏出来一个精致的小盒子，朝我笑：“怎么会？老婆跟我的纪念日，我怎么会忘记？你瞧瞧，喜欢吗？”之前被他冷下的心仿佛跳跃起来。昏黄的灯光打在他眉间，我感受到一丝暖意。打开盒子，是一个蓝宝石手链，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谢谢你，老公，我很喜欢。喜欢就好，我给你戴上。我伸出手，顾晨细心地戴在了我的手腕。我承认我感动了，之前的话我可以当做他的胡话。怀疑的种子拔根。顾晨，老婆，今天这样的大日子，我们是不是要干点什么？他狂热的眼神看得我心跳不止。我知道他的意思。顾晨平时工作很忙，回家几乎倒头就睡，很少会有今天这样激情。先去洗澡，我推了他一把，他趁机亲了下我的手，去了浴室。尽管是老夫老妻，我心里还是抑制不住地对他心动。这样想着，手在床边摩挲，摸到了顾晨放在床上的手机，一条消息弹出来，手机震动了下。结婚7年，我从来不查看他的手机，可是自动亮起的屏幕，闪烁的字语，不想看也清晰入了眼，是一条 VX 消息。我抑制住微抖的手，打开，想要看得更清楚。很可爱的小猫头像，一看就是个女孩子。我好想你，顾晨。那一排想你的字体很扎眼，让我的心沉了下来。我开始疯狂地翻动着聊天框，看着2人的2天记录，很少都是女孩发的消息。他秒回：女，今天捡到一只流浪猫，好可爱，你说取什么名字好呢？顾，都行。女，小喵怎么样？很可爱。顾，好，语气带着一丝宠溺。女，你什么时候过来？我好想你。顾，忙。女，好吧。最新的一条，我好想你。顾晨。我疯了似的不停来回翻动着这几条聊天记录，胸腔充满了满满的愤怒，还有深深的无力感。暧昧的字体决然地告诉我，顾晨，我的丈夫出轨了。
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我颤着手拍下了聊天记录，还有女孩的微信号。浴室传来声响，我把消息设置成未读，当作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，坐在床边，除了轻颤的身体，没有一丝异样。顾晨出来，走近我，想要摸我，我躲开了。他疑惑的眼神望着我，来姨妈了，身体不舒服。我拒绝着，侧身躺在床上。顾晨在身后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随后关上了灯上床。我沉默地在另一头泪流不止。良久，他转身抱住我，揉着我的肚子，是不是疼？他轻声问我。疼，我好疼啊，顾晨。我带着哭音说道，眼泪从我眼角滑落，落入枕巾，身后抱住我的手紧了紧，有些无措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，只有我知道为什么。我在哭我的青春，哭少年的我和他，终究是回不去了。我拿起昨晚顾晨买的糕点，吃了一口。这家是我最喜欢的一家甜品店，过了一夜，吃起来早就没了酥脆感，有些索然无味。是不是在顾晨心里，我就是这样，所以才会和别人暧昧，甚至出轨？撑着哭了一夜红肿的双眼，我拿出手机，输了号码，点击了发送。对方仿佛知道般，一秒同意。我打开他的朋友圈，从最开始看，基本都是猫猫的照片，最后一张是一张牵着手的图，白嫩的手腕上戴着的一条蓝宝石手链，配文又是幸福的一天。我看向自己的手腕，自嘲笑了一声，真是一模一样，连结婚纪念日的礼物都是顺路带的。我狠狠扯了下来，链条瞬间崩裂，手腕红了一片。我给顾晨打了一个电话，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老婆，今晚加班，要晚一点，你先睡，不用等我。钥匙之前，似乎能想象到他撒娇，自己窃窃自喜的样子。不过现在不会了。我一脸麻木，来到一个地方，站了不知道多久，果然看到了熟悉的身影。顾晨手臂挽着一个娇俏的女孩，年龄不大，往商场走去。对方似乎朝这边望了一眼，笑了下，随后扑到顾晨身上，亲了上去。他没有反抗，反而主动起来。我尖锐的指甲狠狠陷入手掌，鲜血淋漓。我的老公在商场外面旁若无人地和小三接吻，我忍着疼，掏出手机，看到那一面的他神色自若地接起来。喂，老婆。我掐了掐手，淡淡问道，在干嘛呢？老公。对面的他毫不犹豫地撒谎，开会呢。老婆，有点忙。好，那你注意身体，早点回来。老婆，爱你。隔着手机朝我亲了一口。我挂断了电话，心里涌起一股不适，有点恶心。原来在我第一次对他撒谎的时候，他对我已经撒了千千万万数不清的谎言了。我看着商场下的他，挂完电话，女孩似乎有些不满，他摸了摸女孩的头，拉着她的手进了商场。曾经我无数次想要他陪我去逛街，他总是推脱太忙，安慰我说道，等我忙完这阵子就陪你去。在我不知道的角落，他已经陪别人逛了无数次。打开我和女孩的微信界面，一条消息赫然入眼，想知道我们的关系，明天去星号商场。小女孩的心思真的是一点都藏不住。夜晚，酒吧，我拉着闺蜜一起喝着酒，吐诉着心事。闺蜜替我抱不平，什么？他竟然敢这么对你？出轨？她努努袖子，一副要去干架的姿势。我去打他一顿，可别！我拦住他，咋的？你还真想要那个小三进门啊？叶玲气愤说道。我也不知道。叶林，你知道吗？我和他在一起了10年，整整10年。我红着眼睛，可是他为什么会出轨？明明他那么喜欢我，喜欢到可以接受我的一切。叶玲摸了摸我的头，叹气，
傻子，男人永远离不开新鲜感。你看我，离婚后照样过得潇潇洒洒，谁也管不了我，我就是我，我最爱我自己。叶灵说的激动愤慨，我笑了笑，红了的眼角带着醉意，一杯接一杯酒灌入嘴里。于是第二天醒来，我住进了医院。我和闺蜜大眼瞪小眼，她一脸担心地看着我，你吓死我了，昨晚你喝着晕倒了，我连忙送你进了医院，医生说你喝酒喝得胃出血了，现在感觉还好吗？星宝，为了那个男人喝成这样不值当。我摇了摇头，表示没事，揉了揉太阳穴，宿醉后的头疼得厉害。手机，叶灵连忙递到我手里，我打开看了看，没有电话，没有99加消息，一条 VX 显示在页面。老婆，公司出了点问题，我今晚不回来了，你早点睡。呵，现在连家都不用回了，所以连我昨晚不在家都不知道。我扣上手机，有些可怜地看向叶灵，灵宝，我想喝水，等着，我去给你接。叶灵走后，病房太闷了，给他发了一条消息，于是下了楼，却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扶着一个女的进了妇科室。我怔住了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直到他们再次出来，三人对视，面对面。我苍白着唇，冷冷地看着他们。顾晨神情慌乱，下意识想要上前。啊，陈哥哥，我肚子好疼。他停住了，只是看向我，带着一丝小心翼翼。陈哥哥，真是好恶心的称呼。我盯着女孩的面容看了好一会儿，随后看向她的肚子，已经有点微微起伏了，显然怀了几个月了。我上前，没看女孩一眼，盯着顾晨有些发白的脸色，冷静开口解释。我给你解释的机会，我还在给他最后一次，希望这一切是个误会，如小说桥段里面写的。顾晨嘴唇颤抖着，低着头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，泪水在我眼眶打转，心脏一抽一抽的发疼，气得发笑。没有解释，那就不是我误会了，你出轨了。顾晨，老婆。顾晨上前，眼角有些红，想要拉我的手，滚开，别碰我。我低吼着，狠狠拍开他的手，后退一步。这时，旁边的女孩弱弱开口：“姐姐，你别生气。”我恶狠狠看向她：“闭嘴！知三当三，你以为你很勇吗？”吵闹的声音太大，吸引了不少人。女孩有些委屈，我笑出声。顾晨拉住我的衣角，才发现我穿着病号服。你怎么住院了？真是可笑！我喝酒喝到胃出血，结果老公却陪着小三去产检。我厌恶地挥开他的手。这时叶灵也下来了，看到我们三人场面，一下子明白下来，冲过来给了顾晨一巴掌。渣男！顾晨半边脸红着没说话，默默瘦了下来。没想到昨天看到顾晨陪小三去逛街已经够炸裂，今天就产检了。我泄了气，突然觉得自己的前半生就是一个笑话，真心喂了狗。医院收拾完一切，叶灵送我回了家。到了晚上，房门才传来开锁的声音。我坐在沙发上等着。顾晨进来，看到我静默了下，走过来，在我对面坐下。怎么，送他回家还不够，还不想回来吗？他沉默，说吧，怎么解决？我冷冷开口，老婆。他哑着嗓子开口，别这样叫我。我红了眼，现在听到他这样叫我，只觉得讽刺。顾晨竟然觉得我恶心，为什么还要和我在一起7年？我终于还是问出了口，7年的感情还是要一个答案。果然在办公室你就听到了。他苦笑，那你知道吗？林婉，他结婚7年，第一次叫我名字。他眼眸带着痛苦看向我。当你跟我说你曾经被你继父强奸的时候，我有多痛苦吗？我愣了下，竟然是因为这个。
肩膀抖动着，不禁笑出了声，却泪流满面。顾晨，当时是你亲口说你不在意的，我给了你选择的权利。顾晨激动反驳：可是你知道的，你知道我离不开你，你知道我会接受，我依旧会选择你，不是吗？我沉默下来，为他的话，原来他一直是这么想的。顾晨眼神晦暗，接着说：宋婉就很干净，看见她，我就像是看见了年轻时的你，那么美好，没有一丝尘埃。所以林婉，造成这一切的不是你吗？他反问我，丝毫不考虑我的感受。婉婉，婉婉，连名字都一样。我没了争执下去的欲望。我和顾晨开始分房睡，我抚摸着手下顺滑的床单，眼泪流进枕巾。顾晨不会知道，当年他选择我的那一刻有多么开心，而他今天的话无异于将我打入深渊。没错，我的童年很悲哀，母亲死了，继父强奸了我，我把他送进了牢里。我脱离那个家之后，遇见了孤身的他，孤单的我们触碰，产生了火花。后来我们相爱了，来到这里创业。那天晚上，顾晨一脸疲惫地回来了，兴奋地告诉我他创业成功了，我们马上就要过上好日子了。婉婉，顾晨兴奋地看向我，亲了我一口。我笑着上前给他擦了擦灰尘仆仆的脸。那时的他眼里闪着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光芒，抱住我开心转圈。婉婉，我终于成功了，我要娶你。婉婉，我要娶你，你愿意吗？他眼神真诚地看向我，一遍一遍喊着我名字，我却面带犹豫，没说话。他放下我，摸着我的脸颊，轻声问：怎么了？斟酌良久，我还是决定告诉他：对不起，顾晨，我有一件事情告诉你。什么事？我艰难开口，有些难以启齿。我以前被我继父强奸过。说完这句，气氛也冷了下来。顾晨安静了。我知道这对他来说很不公平，所以我不会欺骗他，让他不知道前因后果结婚。我不会勉强你，无论你怎么选择，我都接受。晚上我忐忑不安躺在床上，我不知道顾晨此刻在想什么。我很害怕他放弃我，可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蜷缩着身子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久到我快睡着了，他从身后拥住了我，温热的身子贴近。婉婉，我喜欢你，永远不会变。我没有反应，他再次执着说道：我爱你，你永远是我的第一选择。可是我不在意，相反，我很心疼。如果我能早早遇见你就好了。顾晨有些懊恼。我转过身，他眼眶湿润，却依旧闪亮。别哭，婉婉，我会心疼，所以我们结婚吧，我不会再让你哭。我紧紧抱住他，喜极而泣点了点头。我想我会永远爱这个男人，直到生命终结那一刻。现在想来，当时不过是一时冲动而已。这件事其实一直留在他心里，可是却从未表露，从始至终都是我一厢情愿，以为他是真的不在意。我们中间始终隔着一道沟壑，如今再也回不到过去。第二天，我收拾了所有的东西，搬离了这里。到了晚上，顾晨发现了，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，我拒接了。第二天，把宋婉约了出来，她微挺着肚子，有些刺眼，朝我笑了笑：不好意思，有身孕了，不方便，来迟了。我不想跟她绕弯，勾了下唇。你一直知道顾晨有老婆？她望着我，没有继续伪装。不错，为了什么？钱还是爱？我爱他。宋婉说得坦然，看着他和我相似的脸庞，我晃了下神，还是残忍戳破。那你知道你只是我的替身吗？闻言，宋婉脸上带着恼怒。怎么会？他亲口说过爱的是我，你对他来说不过是习惯而已，我才是他的心头爱。他如果真的爱你，
怎么会和你没有孩子？宋婉说着，充满母爱地望着自己的肚子。怀孕那天，她可高兴了，说会给我们母子一个家。我嗤笑了声，原来这些话她不止对我说过。宋婉不知道的是，顾晨一直想要和我有一个孩子，可是我永远不会有了。我从那时候起，就注定不会有孩子了。宋婉高傲地望了我一眼。夜晚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，我不会离开他的。我闻言摇了摇头。你错了，我不是劝你离开他的，相反，我会和他离婚。为什么？他有些不相信。为什么？我想着一个答案，那个答案大概是因为不爱了吧。顾晨的电话不间断，我直接拔掉电话卡，换了个号码。1周后，一封离婚协议书递到了他的办公室。他黑着脸看完，全公司的人都感受到他的气压。几天后，我躺在自己租的房子里，打开微信，99加的消息。我给他发了一条信息：某某咖啡馆，我们谈谈离婚的事情。你要跟我离婚？顾晨开口质问。我喝了一口咖啡。没错，就因为我之前说的话。我淡定地擦了擦嘴。顾晨，是你搞错了，你出轨在先，我为什么不能离婚？我不同意，你休想！顾晨红着眼朝我低吼。我内心早已无波无澜。你不仅出轨，还有了孩子，你觉得法院会怎么判？顾晨，彼此都留些脸面，我不想继续和你纠缠。顾晨看着我决然的态度，语气软了下来。你知道的，婉婉，我很爱你。他上前握住我的手，神情虔诚。我知道我上次说的话伤到你了，我跟你道歉好不好？你别生气了，我知道你介意宋婉，我会安排好一切的。他眼眸带着执着。你不是喜欢孩子吗？我们这下就有孩子了。等宋婉生下他，他就是我和你的孩子。在我眼里，除了孩子，宋婉什么都不是。我面无表情，淡定抽回手。顾晨，你真贱！他脸色黑沉了下来。我贱？林婉，你说我贱？不是你把我变成这样的吗？如果没有那件事，我们现在应该都好好在一起，不会有任何事情。你不知道，我多想和你有一个孩子，可是你能吗？很好。他再一次戳到我的痛处，我闭了闭眼，他还在喋喋不休。下一秒，我一巴掌摔在了他的脸上，杯子摔在地上，碎裂成渣，响声在咖啡厅回荡。他闭上了嘴，脸颊肿了一片。我甩了甩手，这是你欠我的，既然不想好好谈，那就法院见吧。我转身付账离开，随后就写了诉讼书。几天后的晚上回到家，却看到守在自己门前的顾晨。忘记了，他想要知道我的地址，轻而易举。我走进开锁，闻到了他身上的酒气，打开门便准备关上，他突然伸手拦我，发出砰的一声响。我缓下了动作，毕竟不想被人恶意举报故意伤人进派出所。他脸上因为饮酒过度绯红一片，龇牙咧嘴摸着手。我拿来毛巾给他冷敷，不想说一句话，他也没说，就这样看着我。处理好之后，我对他开口：1周后开庭，你记得来？他笑了声：怎么想和我离婚？我点了点头，他却有些恼怒，手却无力地垂下来。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？是你咎由自取。我冷笑说：顾晨，你总说是因为我，可是真的是因为我吗？你把一切错都归咎在我身上，明知道我的痛处，偏偏往我心窝子戳。我是个人，我也会疼。你把你的出轨、孩子都算在我身上，你明明知道一切都不是我的错，是你自己的贪婪。你知道，你一句话我就不会出现，可是你没有，你选择留在心底，然后再用行动报复给我。顾晨面带痛苦反驳：不是的，现在说这些也没意义，一切都没法回头了。我有些了无意味，
闻言，顾晨眼眸却带着痴狂决然。不会的，婉婉，我们还可以。什么意思？我有些不解。他笑了，笑得有些瘆人。婉婉，宋婉和那个孩子不会影响我们的。既然你不想养，那我也不要了。在我眼里，你最重要。我皱下眉头，他轻抚，带着温柔爱意，我却觉得恐怖。他笑着开口：只要他们都消失，我们就可以回到从前的。所以我让他去医院把孩子打掉了，孩子没有了。至于宋婉，我让他远离了这里，永远不会再回来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从前了，是不是？婉婉，我摇了摇头。没想到顾晨竟然这么心狠手辣，再也不是从前羞涩清纯的少年。不会，顾晨，我不会和你在一起。为什么？他紧紧勒着我的手，我吃痛呼了一声。他惊慌失色抱住我，对不起，婉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说完有些哽咽，我还可以叫你老婆吗？不能。最后我把他赶了出去。突然觉得这段感情悲哀又可笑。最后我质问他：你打掉孩子问过宋婉的意见吗？他没有一点悔意，他没有资格提意见。我想着那个怀着孩子的女孩，终究也是被他给毁了。这段感情终究是变质了，我们彼此再找不回曾经的自己。1周后，顾晨来了法院。最后我们还有3个月冷静期，冷静期过了还是觉得不合适，就可以离婚了。至于离婚财产，你有什么异议吗？顾晨，我看着面前神色恍惚的男人询问。他回过神，轻扎满脸，没有了。我没有再看他，转身离去。3个月后，我们离婚了。我拿着红色的本子，笑容满面。再看顾晨，没了从前的气盛，有的只是颓废失神。我不再去看他，只专注我自己。我决定出去旅游一番，找回曾经的自己，那个热爱生活的林婉。去旅游的日子里，我去看了大海，看了海鸥，看了许多无数的风景，并且认识了一个英姿飒爽男人，他叫北望，和我有着相同的爱好，有着聊不完的话题。1年后，我回来了，江野却告诉我，顾晨快死了。我来了医院，见到了他，他憔悴了不少，整个人骨瘦如柴。听江野说我走了之后，他日日酗酒，最终得了胃癌，活不了多久了。看到我的一瞬间，他似乎眼里有了光，却在看见跟在我身后的男人时暗淡下来。我对顾晨开口：顾晨，好久不见。他的声音很小：好久不见，婉婉。我朝他笑了笑，过去的所有似乎都释然。他的眼中水光连连，似乎是高兴我来见他，却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很高兴，婉婉，临死前还可以再见你一面。我笑得灿烂。你可要活久一点，要看我活得幸福潇洒。他看了一眼男人，没有说话，还是笑了笑。祝福你们。剩下的日子，我每天都去看了顾晨。后来顾晨死了，他生前一人，死后还是一人。他立了遗嘱，把他名下公司和财产全部给了我。我削着苹果出了神，北望沉着眸抓住了我的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